后这个局势就完全的倾斜到了拿一起的那一方。没错。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双方在第二小局整体的一个 BP 思路了。首先，蓝色方是快手，红色方是狼队。快手先处理掉了敖影，搬敖影，他这里的话应该是想拿2个英雄的其中之一，一个是鲁大，一个是叱咤。其实感觉快手这边可能是一手盾山。哎，狼队放鲁大放盾山，大师和鲁大都在外面，大师和那个盾山都在外面。看要哪个？因为上把狼队这边用过了那个苏烈，选择了大师。选择了大师。他拿大师的话，就是配打野上面拿杨戬或者圆坦。对，狼队的话，感觉大概率肯定是个盾山加狄仁杰。鲁班大师的话，一生这个赛季也是100%胜率啊，5战全胜。以陛下的名义，是的，已被捕了。这套阵容，狼队在决赛的时候也用到过。然后狼队这边出到的盾山也是个100%胜率，组合100%。今天目前这2个英雄都是100%胜率英雄之间的对抗，总有一个100%会被破掉的。是的，奉我为主。杨戬加武则天。快手这边的选择还是去补强了一手中轴的强度吧。一个武则天，一个杨戬，其实在中路的对抗上面，其实前期还是非常强势的。放马过来吧！夏侯惇。选个有霸体的打野，而且也是可以顶强度的英雄。对，夏侯惇这英雄其实好打鲁班大师在前期，然后也好打杨戬。其实，在杨戬在前期对抗上面是打不过夏侯的。杨戬一套把夏侯被动打出来，然后夏侯反一套再把血吸回来，还能顺带把你打残。是的，快手这边可能是要搬掉狼队这边手长的中单。因为他需要给武则天和杨戬去创造一些环境，这把的快手可能更多的去偏向中野辅。狼队这边的话，目前发一路的盾敌其实是比较强势的。对，搬个戈亚，搬个元射，想去给自己的盾敌去创造现优。是的，这把狼队和快手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快手的话是在中轴上面侧重点比较多一点，然后狼队的话是在发路上面。感觉会搬一手狼队的女王和对，会搬一手狼队的女王。感觉狼队最后应该要搬个鲁班7号。虽然说现在虽然现在基本没人用了，但是狼队这个阵容，你如果做到最后的话，快手实在没射手补他，真是一个鲁班7号补出来效果还不错的。是的，因为前面有了中轴的支撑点，然后后续还有鲁班7号，狼队这边选择了放出来鲁班7号，也是可能看到小雨在常规赛的时候没有用过鲁班7号吧。看快手最后一手这长手的女娲，要不要处理一下？西施搬个节奏点，把那种比较吃发育的女娲给到了对面。对，因为这个赛季子焕玩的更多也都是那种能出节奏的一些控制类的英雄，可能会偏多一点。快手是4个单位全部给了子焕，搬了4个中单，抢了1个中单。对。然后狼队这边选择了一手司空阵，也是确保了一手双边的线权。而且他司空阵这手出来之后，他到后面团战的时候，如果快手他的射手是个大核的话，盾山可以跟司空阵去连，对，跟司空阵连了之后去硬杀对面的射手。鲁班7号，鲁班7号，刚刚超哥说到的一个点啊，虽然这个赛季他们没有玩过父子，但是这套组合的强势度依旧还在的。是的，因为狼队的阵容是一个夏侯加上狄仁杰这样的两个英雄嘛，鲁班7号本身打到这2个在后期是非常好打的。然后狂铁在边线上面前期打司空阵可以拿优势，还能顶一手他们阵容的坦度。真的会有人选择阿福？又选了一手甄姬，那这样就是围绕着自己的双边现优去打了，而且更加侧重于团战一些。甄姬这手怎么看，柚子？这把甄姬其实到了后期的话，还是非常舒服的，基本上没人摸得到这个甄姬。就是在后期的是甄姬和鲁班7号的一个输出的对拼。对。但是狼队这边还有一个司空阵，可能在后面的话，狼队这边会更舒服一点。对，后期的大哥
比快手更强一点。对，多一个核心点。然后在前期的进攻上面的话，两边这把发路的对抗会非常有趣。快手是这个赛季第一次使用到了父子这样一套体系，而狼队的话呢，他们的盾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去年的年总当时出天风对决阵容的时候，狼队当时就有过这种盾敌的变阵，对吧？打当时非常实心的鲁班父子那套组合，然后当时获得胜利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底下，他们对于这样的对线，我觉得应该是不陌生的。是的，这把快手的布局可能是会让社服走到中路。然后让流浪的武则天去打盾，往下路抗牙。对，然后让自己的大哥舒服一点。这样鲁班7号可以跟着杨戬吃2片野区的经济，发育的会更快一点，更早的进入自己的强势期，对吧？是的，如果是不做这样的换线，就常规的那种队，那快手想的就是让杨戬在前期吃得更肥了。如果说正常走的话，那可能会碰到那个中开的情况，就是两边中野在中路中开。然后去帮武则天抢到了清泉之后，再去辐射到下路的一个资源点。不过总体来说的话，两边在这一局的阵容上面，这个射手位置都承担着比较重要的作用啊。是的。小雨和道仔的对位，而且我们也说到了这2位射手的话呢，其实在这个赛季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他们的场均死亡都相当之低。小雨的场均死亡是第3少的，道仔是第2少的。然后加上在他们的一个输出量的对比上面的话，道仔这个赛季的击杀数据上面，场均击杀排在第2，而小雨这边的话呢，则是更多的体现在他的一个伤害占比上面，是排在了第4。两边射手都是那种经济发育能力特别强的射手。尤其是小雨这边，小雨他在队内的一个经济占比上面，也是要比道仔的队内经济占比更高的，因为小雨的队内经济占比是目前发路最高的选手，有25%的经济占比。然后这把的话，在发育路的整体发育能力上面都是需要额外去侧重的。是的，这两边射手的话，狼队这边可能更侧重于前期的一个推进，然后像快手这边就是一个中后期的一个团战。两边射手这把是不同的一个身份吧。狼队是围着他们的盾敌去压制这个父子的发育。是的。那快手这边，他如果说在前期，一个是做换线，还有一个就是在于他们的整体上半图的强度会不会也会更高一些？他上半图强度是更高的，这种就是需要狂铁中期来护着家里面的资源，不让对面轻松的打进攻，然后保证鲁班7号他可以稳稳的经济跟上来。对，可能是会跟你去打那波10分钟的龙团，因为10分钟那个时候，像紫花冷真机可能发育的没有那么完整。就是一个盾敌和松阵的一个范围。对，那个时候正敌估计就2件套。对，但鲁班7号这边应该发育的好的话，他可能有个3件半，至少会有一个破效。那波团战，对，那波团战对快手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那波又是杨戬的强势期，又是一个小雨鲁班7号的一个强势期。所以两边的队伍在这局比赛10分钟龙团会是比较关键的一点啊，就看一下10分钟龙团的碰撞上面谁的团战处理细节做得更好一些了。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就是在今天整体的一个阵容的构建上面，感觉快手还是非常倾向于打这种突袭的能力，然后不断的找小节奏。包括今天从 BB 上面能感觉到，他们把流浪的位置是放的比较高的。对的，包括在第2局里面看到这手武则天前置位出了之后3搬了中路，而且在第1轮搬位就一直有针对子焕的这手海月，就可以看得出，今年子琪教练的一个策略可能想在中路位置上面对狼队形成一个突破。而且延续到这个赛季，两支队伍已经是有过2次交手的情况下，大家会发现快手每次打狼，他的策略都在不断的进行一个变化，因为他们太想去战胜这个他们一直以来对抗胜率比较低的队伍了，对吧？因为我们也说到，在历史的交手上面的话，2个队伍一共是36场，其中狼队赢过30场。快手赢过6场，狼队打快手的胜率有83%。在这个层面上面，你看到快手他每一次打狼的时候，他的这个思路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今天目前看起来，他们这个思路是起到了非常不错效果的。那对于狼队来说呢？因为狼队这个赛季他们在此前的话，在整体的常规赛收官当中也是以4连胜进入到的胜者组。对于狼队来说，他们现在应该是一种状态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是的，而且狼队此前的话，他的一个选人的策略往往是会先卖一手中路出来。当有沈梦溪、有小乔这种中轴很强势的英雄的时候，他们会直接出了之后，会让其他在双边的选位上以及在打野的选位上做得更加的舒服，然后最后把医生敲在一个康的位上，就是在外面都没体系英雄的时候，有体系英雄的时候还是优先体系英雄。
看到这一局的话，最后狼队中单位置出到的，把信敲在康德位上。对，把信敲在康德位上。然后狼队这边的话呢，也是看到子焕这把的真机啊，这是他们这个赛季第一次去做一个使用。来看一下双方的第2小局交手了，蓝色方是 KSG， 红色方是重庆狼队。我是解说一雪，我是解说黄超，我是解说火山第2季柚子。快手这边3人中想去帮助狂铁，应该是帮优不帮劣。对，既然把你放到下路扛压了，那只能让你难受一下了。对于快手来说，他想做的就是我们各控半途的资源。看到了上面连体，想直接反这个红 buff。杨戬的位置已经进去了。玩完这边的下路盾交了惩戒，然后这个红 buff 可能这没办法。是的，这个亏就只能认吃。他也知道对面在反他的红，但是中路没线权，上路没线权。他中上强度太低了，以及3毫的时候，这杨戬往边上一站，给到婉婉压力了。是的。这样的开局对于快手来说是很好的，利用自己前期2级的这个英雄的强度。快手的布局还是非常的好的，还赚了一个劣质。然后看这个鲁班7号和武则天已经把家里面的红 buff 打完了，直接让小雨让你扛压，不是让你完全扛压，然后奖励你一个红 buff， 这样他也能缓解下路整体对线的一个压力。这样的带红的鲁班7号是的，这样的布局中上优了，然后下路还优了。直接变成一个3线优势。狄仁杰下路，你前期碰到个带红的鲁班，那是压力巨大。是的，上路的这个位置又打了一波突袭，今天的状态被压到了一个半血。是的，就看第2轮的野区刷新，快手还会不会做相同的动作。打红了鲁班7号，居然能在下路一个人压着2个人打。上路可以卡掉狂铁一个兵。这波快手的线应该是选择不吃了。想去反他的猪，应该看句号的这波动作。武则天是交闪，但是没试试，差一点。打得很主动啊！是，今天快手从布局，然后包括选手的一种出手的速度，都能感觉到他们今天打得相当主动。主要是今天第2局的这个布局是快手明显是设计的非常不错的，使得狼队理想的那种说无所谓双线都能拿进资源的情况底下都拿不到了。需要帮忙吗？又来帮无言，想要看看这个空间之灵，但是狼队有个动作，夏侯惇是给到了一个威胁的。这段时间快手拿婉婉的夏侯惇是没有任何办法。但是这波婉婉来到了上路抢夺这个空间之灵，自家的野区速率可能会比句号这边慢一点。他得要队友帮他一起去提一下了。对，或者说放点小野给狄仁杰这边吃一下。目前其实，在发路对线上面，道仔也蛮难受的。小雨拿完那个红了以后，就一直在压着发路的一个位置。对，包括资源点上面，可能就是因为那个红 buff， 然后一个现优的英雄变成了一个现劣的英雄，然后那个资源点也被倾斜了。无言这边卡了2个兵，等等的句号一起吃。还是要养自己的大哥前期。两边打野目前这把的发育情况都还不错。句号这里可能是要做一个暗影战斧出来了，小红刀冷静鞋加个暗影战斧，这个装备打4分钟龙团挺强的。而且他传下来又是让他再多享了一波发路的钱。不过按他这个发育速度来讲的话，4分钟那波应该是最多一个冷静之约。这波句号吃完上路无言卡了线，然后下路一起并了波线，然后中路流浪又给他卡了一波线，憋大红刀去了。大红刀啊！那杨戬这一把的一个反野个数是2个反野经济229，其实重点还是在第一波的那个红区思路上面，快手做的非常不错的。是的，看到了影盾上直接连体，这波龙团。狼队这个阵容强势，也不想跟你放这波龙团。对他们龙团是有打架能力在的，但是直接咬了进去，抢到了，再点链子出来。哇，这波上路还能截波线，快手又赚了前期，真的太赚了。本身句号他这个装备，他是做大红刀这种装备是追求一个发育速率的。像龙团如果要打的话，一般是做暗影战斧的。所以看到河道的拼抢上，快手他是直接放河道的，然后就是让你一个满人性杨戬跳进去试着抢一下，然后点个链子，结果他全做到了。对，而且他们其实不做到也没关系，因为上面无言的狂铁已经在2塔对面把线截了的，下波动作永远是比狼队这边快一步的。所以再加上他抢完以后，就相当于是锦上添花了。没错，全对。对，全对啊！
主要是现在从狼队的视角来说，他难受的地方在哪里？也说到他们这把是希望盾敌能够打出现优，围绕着狄仁杰打平推的。但现在我们回头看到发育鲁，小雨已经拿到他自己的第2个红 buff。是的，这鲁班7号从开局红 buff 就没断过，在这种情况下，狄仁杰就没办法打出这个阵容选出来要达到的一个效果。甚至快手前期还能反打你自己家的红区。对，这波又是尝试了一下，反掉了。就要今天控野的这个手还是比较稳的。那快手这边的动作其实很明显的，就是连过去逼大招。是的，就是一直在发育，然后打你下波红区就好了，其实。然后慢慢的等到10分钟，我就是比你高。这波狼队想跟他对一波图。是的，因为知道鲁班大师也没有大招，要留人。这波中路线是狼队的优。鲁班是点了个撤退的信号，这波是把人吸引到上路去了之后，又是要像第1局一样，小雨开始在下路没人防守推个塔。这画面我见过上把。对。就是流量的位置，其实已经知道狼队这边可能想踢下去，想提前动一步协防。主要是狼队他这波没办法了，虽然这个线你看到他倒的有点慢，但是狼队他没办法，他只能说我跟你这样待着，耗这段时间去跟你拼。然后在这个时间里面看句号的杨姐咬到2技能滑到滴滴血，一声到手。哇，快手今天这前期运营每步都对啊。狼队在上路漏视野漏的点太多了，导致于他是在那边在河道位置漏口子，让句号可以绕自家红野区那里绕一个包抄位出来。对，是的。主要是当时狼队他5个人在上面了以后，他僵在那里了，他回防下路又来不及，然后对面杨戬的视野又不知道，他只能等着那波兵线到线上了以后，看能不能压上路的外塔去给你换一个外塔。那波速龙塔回放狗进去之后，直接吃了个链子。狗阶层。对。然后链子点出来，对，这波是配合狂铁，对，再来打红区，持续进攻。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夏侯惇有点扛不住了，直接倒在里面。医生这个位置也是要大招直接拉逼了一下，有对面盾山的闪现往后做了一波拉扯，一闪砸了3个。再来一下闪现过去，小雨借着红 buff 再点2下，轻轻大招也交出来往后走。诶，一个扫射2连击破，子桓被扫没了。那这个中塔就要直接告破。这2场的快手前期进攻又有进攻又有团战，对，而且还有运营，而且还没失误。是的，失误很少，甚至没有失误。就是步步紧逼，让狼队现在所有的资源都拿不到，所有的节奏全部起不来。7分30秒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将近5000块的经济差。这鲁班7号6300的经济，他感觉在10分钟的时候可能会有4件套，那真是恐怖如斯。是的，主要是这会直接导致狼队他的夏侯惇完全扛不住。看到句号这一把的一个走位热点图啊，从第1波红区进攻开始，再到抢龙，再到反过去绕了一波对面的绕后，节奏大师。对，甚至他自家的红区都没有他的那个踪迹，都是给那个小雨的鲁班7号吃掉了。是的。因为相当于他拿对面的红，然后自家射手拿自家的红。对，这波还能反个蓝。狼队感觉现在非常被动。狼队的4片野区可能都要被快手这边控下来。句号控了狼队的蓝，家里的蓝再奖励给小雨，然后这个时候再策划一波红区的进攻。还有5秒刷，直接咬进去就打你的前排。现在夏侯惇不一定能够扛得住。是的，狗到了，直接狗进去就打前排。宋人这边是拉脱了一下红 buff， 想卡一下对面的位置，保一下这个红。被婉婉拼，婉婉拿到的，对，婉婉拿到了。只要不给敌捏，其实都可以接受的。其实，主要是在现在这个阵容的发育情况底下，小雨的鲁班7号是个超前发育，是的。然后句号这把的杨戬节奏又是非常的顺畅，所以狼队他这个阵容只能等到我们所谓的真机起来的大后期了。但是很久很久。对，在这个时间内，快手会一直给你反复的给你压力。对，小雨这边9分钟已经出现了破晓。9分钟3件套。9分钟8000块，将近。很高了，差不多800多、800-900的一个分经济。这段时间狼队就还是只能避让了，正面团现在接不了。这把的经济差比上把还大，这种情况下，龙团狼队又是不看了。是的，只能拖子焕真机的一个发育了。现在，但是你看到子焕这把的真机，他现在只有2件套。5400的一个经济，等到他有接下来一个反弹出来的时候，对面的魔矿早就已经出来了。就现在，无言和句号这边已经开始要去堆叠一些自己的魔矿了。对，
关键是如果快手又像上一把一样那种步步为营的这种打法打下去的话，就是拿龙推进，拿龙推进，那狼队是真的没办法。我不给你消耗我的机会，对，我不给你跟我拼大团的机会。狼队想出来，但是句号的位置已经绕后了。是的，应该只是想给点压力。鲁班这边单拖了火龙，法天象地已经被触发了。狼队想逼团，狂铁的位置还不错，看一下刀仔要走到脸上了，狂铁这个位置给一下敲起来，自己是没伤害的，但这波的话闪现逼了出来，正面给到句号了一些机会，而且鲁班桥还把龙给拿了，双杀到手。上路这个位置再去反包一下对面司空震，司空震没有什么办法。看小雨他的视野闪现过去，一梭子收了子幻，锋芒毕露。那正面的话，感觉青青也难走啊，直接闪现过去再做追击，一个人拉扯了对面三个，他只能拖时间。但是中路的这个位置要让狄仁杰一个人守杨戬加鲁班7号吗？这守不住的呀。上路拖野就可以了。正面快手就冲着打终结去的10分钟刚出头的时间，先杀人再点水晶，让我们恭喜 KSG 再拿一局。太快了，太完美了！今天2把的快手，我觉得"完美"这个词用来形容今天快手打出来的这2局画面，真的丝毫不夸张。